晚餐时分，位于香港大角咀的这家餐馆，大厨宝哥就像哆啦 A 梦，不管客人想吃什么菜单上没有的菜，宝哥都能满足他的需求。好。啊！而家冇辦法，佢話佢生日啦，你做俾佢。而家真係好趕啊！分分鐘有機會咧甩拖。係啊，因為太過趕啦。在滚油翻腾的大锅中，宝哥左手爪里兜住煎堆，右手拿着大勺利落淋油。眨眼间，面团就像被吹胀的气球，膨胀成篮球般大小的煎堆，金黄诱人。这个来自顺德北窖的广东大煎堆，被宝哥定义为中式生日蛋糕，是熟客们庆祝生辰时必点的应景菜。广东大煎堆寓意着欢乐和团聚。每晚，大厨宝哥都像只小蜜蜂一样，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忙碌。楼面是宝哥的另一个舞台，与客人合影、询问意见。宝哥的餐廳就像家庭聚會的客廳。你從嚟都唔食鴨嘅？係啊，話我唔食噶嘛。今日咧呢個係好食。今次翻嚟一落機專嚟呢度試一試先，感覺咧其實有驚喜嘅。食咗第一次就話以後就係喺呢度食㗎啦，就係咁樣。香港餐饮市场竞争激烈，北上消费潮流越演越盛。宝哥餐厅是怎样做到座无虚席，甚至成为明星饭堂的呢？好，拜拜拜拜。好啦，慢慢行啦，慢慢。送走最後一桌客人，寶哥的工作仍未結束。呢個焗捧鴨咧就係我師傅所創嘅。之前啲功夫我哋一定係提前做嘅，有啲洋薏米相連啦、瑤柱啦、小米鹹蛋黃，同埋個野生竹參。國寶鴨的製作至少需要7個小時。第一步通常都會在凌晨時段來進行。將佢啲餡全部氹晒落去，咁咪再將佢逼實，跟住咧慢慢氹落去，再拉直佢。你啲鴨咧，你煲咗咁多個鐘頭咧，嗰啲鴨肉咧會腍啊。預防呢啲鴨咧，咁我哋一定要用個鹹水草同埋竹揼綁住佢。咁樣要做12隻，晚晚都大致上都係1點鐘至2點鐘之間。聽日繼續。寶哥出生於福建，11歲時隨父母移居香港。由於學業跟不上，他在就讀初2時便輟學進入後廚。憑借着勤奮和天賦，寶哥很快就得到了廚房師傅們的賞識。8年間便從一名雜工晉升為掌勺大廚。係喺地方，係啦，冇意思。今日啲好多人訂台都冇位。每天營業時間一開始，樓面的預訂電話便絡繹不絕。寶哥的店鋪獨具特色，中午時段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，晚上則轉變為精緻手工私房菜。到下個時間我哋都早翻嚟咯，啲幫手做啲手工嘢啊，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。樓面拍檔負責接單，而後廚的寶哥每天回來首要任務是處理國寶鴨的第2個步驟。赤肉啊、骨啊、老雞啊嗰啲，咁啊擺埋一齊落去煲。每樣嘢都有個比例喺度嘅。你比如講幾多隻鴨，我哋用幾多斤肉、幾多斤骨。主要材料咧就係果片、果皮同埋咧金華火腿。佢煲出嚟咧，好似佛跳牆個味道，差唔多2-3個鐘頭 OK 嘅。在煮國寶鴨的空閒時間裡，寶哥仿佛施展了分身術，在短短4個小時內，他順利完成了智囊寶中寶、太子魚肚、鼓樓春如夢、玉雀遊如夢等菜品的前期手工製作。當國寶鴨烹製的第2步驟完成，就意味着晚餐喧鬧的樂章開始了。白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最大嗰張台。傍晚6點半，人聲鼎沸，座無虛席，門口排滿等候的客人。寶哥的手工菜肴從來不缺擁躉。
一個禮拜都係2、3次。佢開張嗰時我就嚟㗎啦，至到而家咯，都有成7、8年啦，起碼散飯我都食過㗎啦。最中意呢個獅球魚同埋嗰個國寶鴨，味道啊當然好啦。上個禮拜去中環嗰度食，我哋一家人食完之後都話都唔夠阿寶呢度啲好食。2分鐘。国宝鸭的制作过程中，最后一项关键步骤是浇淋热油，将油温精确控制在180摄氏度，连续浇淋108次，就可以在确保鸭皮酥脆的同时，又锁紧鸭肉内部水分，保持嫩滑，这是宝哥的国宝鸭美味再现的诀窍。99、100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搞掂。哇！國寶鴨，一定食嗰啲皮先啊，啲肉先啊。国宝鸭是宝哥的镇店招牌，它与八寶鴨的區別在於其獨特的餡料和外皮口感。佢哋有個 online interview，咁所以我睇完之後咧，佢親自示範咗點樣整呢個國寶鴨，之後我就睇完覺得哇，呢個師傅相當有呢個熱情，咁我就覺得今日真係要訂台嚟捧場支持下。準備起，擺埋呢後面啦，一隻。忙碌的廚房分工有序，寶哥由始至終肩負着各種手工菜的製作。一般嚟講最少6至8個豬肚先炒一碟菜。冇頭計啊，煙燻雞啊，我哋又會用嗰啲黑皮蔗同埋荔枝皮同埋就玫瑰花、普洱茶。嗱，依家開始計到6分鐘，佢分出嚟咧，嗱，呢個色澤好金黃色嘅。一道道傳統手工菜陸續登場，國寶鴨、智囊寶中寶、初吻骨、鼓樓春如夢、失傳煎釀太子魚肚、霸龍鳳舞9天、玉雀環迎，這都是瀕臨失傳的傳統粵菜，被寶哥從老師傅們的記憶中打撈出來，在餐桌上重現光彩。最緊要有咩鹹魚淡醬嗰陣，大家出聲嚇。今晚咧，我哋今日重點係玩廣東炒配廣東菜，係咪絕配嚟嘅？飲杯嚇，好啦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嚇。試下呢個對過去的回望和梳理，是為了更好地向前走。在香港，在這個用快速追趕未來的城市裡，寶哥特立獨行。用7個小時烹製一隻鴨子，它並不是揮霍珍貴的時光，而是想分享久違的美好。你有機會嚟，咁我先可以傳承㗎嘛！一定再嚟，一定再嚟。好啦，多謝大家。晚上好，咁多位，呢一屆咧係我哋有新推出嘅廣興龍年盛菜品啦，有個蝦醬花膠燜雞，仲有個蝦醬蒸豬爽肉，建議咁多位可以試一試。蝦醬豬爽肉，蝦醬花膠雞。收到。蝦醬被譽為醬料界的貓山王，其獨特之處在於聞之略臭，品之卻鮮香四溢。在傳統的老廣漁村菜肴中，蝦醬與空心菜、豆角、五花肉等食材巧妙融合，烹製出如蝦醬炒空心菜、蝦醬燜豆角和蝦醬蒸五花肉等令人饞嘴吊胃的美味佳肴。不時不食咯，不鮮不食咁就係咁啊，一年4季啦。位於澳門蛋仔的這家漁村，自開業之初，便堅定秉持不時不食的追求。由經理把控出品質量，後廚團隊嚴格遵循時令，從而塑造了澳門獨一無二的漁村風味。呢個蝦醬蒸豬爽肉，邪就邪惡啲，不過好好食，等陣配個白飯就冇得頂啦。難度有嘅，因為我哋都係第一次做，第一次去傾係唔順利嘅。阿潘生係完全都唔搭睬我哋。第二次再去，我哋邀請佢過嚟氹仔漁村。咁試完之後咧，老人家都微微嘴笑，佢仲講一句啊，不如我啲蝦醬可以做到呢啲菜出嚟㗎。維持一家傳統粵菜餐廳的核心競爭力，往往依賴於對菜品烹飪技藝的極致追求。
对食材原味的坚守，以及保持餐厅独特风味的决心。既要传承渔村风味的传统，又要探索新的烹饪理念。陈维进和李国伟是如何實現這一平衡的呢？喂，阿俊啊，今日咧就同阿雷生已經約好咗㗎啦。咁就去個鋪白花灰。得。係啦，咁等陣你去到就睇下有咩涼果係啱，或者係醬料係啱，完成我嘅菜品。得，好唔好啊？好。雷生。喂，哇，村長。隨着與百年蝦醬品牌合作的圓滿結束，李國偉與陳維進迅速着手策劃下一輪連城合作，將目光轉向另一家同樣擁有悠久歷史的澳門本土老字號。涼果咧，上一輩咧就最中意嘅零食，有啲人都係煮下嘢食嘅喎，例如梅子排骨嘅時候咧，落多兩個真係嘅話梅落去嘅喎。係啊。呢個紅薑可以做咩？我哋嘅紅薑皮蛋酥啊，嗰啲餸菜都可以做到嘅。我哋個紅薑唔係人哋普通嘅一個醋加糖咁樣去醃製，你睇到佢個紅得嚟咧，唔會好似染色體咁樣嘅。好自然。涼果是指將各種瓜果經醃製、糖熬煮式浸泡、乾燥後製成的產品。廣式涼果始於唐宋。最初誕生的原因是農民為了將一些糧食，如鮮果子或蔬菜存起來作為儲備糧，製成涼果後，留原瓜之味而更甜香，保原果之形而更精美。我哋係原油麵豉，即係話咧用大豆做呢一個麵豉嘅過程入邊咧，我哋係唔抽醬油出嚟嘅，將所有嘅醬油係完全曬乾，融入去嗰個麵豉入邊。涼果和粵菜要怎麼搭配才能叫食客接受呢？這個傷腦筋的問題有點超出陳維進的預想。進哥決定還是在廚房實操來解決。個煲仔飯芫茜粒啊，有冇跟俾啊？哇！啲菜心有啲深喎，睇睇喎。過咗4次咯，過咗今日又4次咯。呢個菜花就唔得噶啦，要拍照啦。通知佢哋採購部啊，通知供應商，跟住叫佢補翻嚟。嗰啲有啲細喎。唔得，太細啦，退咗佢啊！院長發咗去群度。從生鮮到蔬果，針對每天新進貨的食材，陳維進要求團隊必須嚴格篩選，確保每一樣食材都是最鮮活的狀態。出得呢個糧一定要有，大家要有責任心先得。隨着飯點的臨近，漁村的後廚裡，打雜、水台、砧板、炒貨都忙得像打仗。主廚進哥就像老練指揮官一樣巡視期間，無論是大問題還是小瑕疵，都逃不過他敏銳的眼睛。你包起佢啦，一盤一包，你嗰啲要係咁包啊嘛，你嗰啲有咩料啊料頭全部係咁包 ，QA 咪抽你一排咯。你沖到好似沖到咁長就得咁長啊嘛，我一半都夠啦，使咩咁多啫？佢12點零啊要嚟噶啦，你仲未搞得掂啊真係。等話起菜嗰陣時先至係搞嗰頭嗰邊啲咩？呢啲水淋得唔啱我要求，你都少少叻青啊嘛，呢個全部都爛晒啦。新咗幾啊？2煲。仲有咩啊？我住後仲有咩？攞烽火跟住擺喺度，咁啊喺度望到噶嘛。攞住喺度稱啊，咁係咪好準確啊？係都要死叻難記。係要望一望啊，睇下幾多？哎呀，啱唔啱？唔好大佬分工嘅啫。我有跟咁俾佢哋噶嘛，都冇跟足我要求你嘅，我梗係咁噶啦，每日都係有咁嘅問題出現。細節決定成敗，是陳維進的廚房管理哲學。每個崗位的工作要求都必須嚴格遵循他的標準，確保後廚的每道工序都能以最佳的狀態順利完成。我就堅持一定要用手削咧，嗰啲口感咧即係嗰個纖維咧，佢一斷唔斷之間咧有個口感，好食好多嘅。在澳門人的味蕾深處，漁村特有的鹹鮮風味是代代相傳的深刻印記。這種印記的塑造，離不開烹飪過程中層層的煙煎講究。由細食到大，個鹽仔蟹肉餅啦，肉餅入面吸收咗嗰個鹽仔蟹嘅精華，超級鮮甜又好味。
魷魚筒啦，你睇咁厚實，但係咧佢個皮係脆嘅，非常之入味。個雞咧，佢嗰個皮咧就好似個啫喱咁樣嘅，好入味。都係經常同屋企人啊、朋友啊咁樣出嚟聚餐啊，咁樣嚟呢度食咯。身體健康。夜幕降臨，渔村的晚高峰开始了，大厅的客人越来越多，后厨也渐渐有序忙了起来。而陈维进则挽起袖子，准备研发与百花葵连成的特色菜品。梅子醬、鹹檸檬、麵豉醬啦，攬嗰啲餸菜睇乜點樣搭配咯，要有美觀，又有好食啊，又有益。陈维进决定选用百花葵的咸柠檬、冰梅和面豉酱来做此次的连成食材。涼瓜頭邊一塊塊嘅，過水嘅，過完水咧就要浸冰水，唔會俾個苦澀味嘅。酸梅醬淋呢個涼瓜青嘅，大家個搭配咧苦得嚟又有酸甜。此次连成菜品的定位注重食材的原始风味，采用渔村常用的烹饪手法，以蒸和炖为主。咸柠檬蒸称子王，将海鲜与咸柠檬巧妙结合，既有助于缓解咳嗽和化痰，又能让海鲜的鲜美更加凸显。面豉酱蒸龙趸，面豉酱与海鲜的搭配，咸鲜味道相得益彰，口感层次分明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咸柠檬元荽炖蝴蝶腩，使用去核的咸柠檬搭配姜片、陈皮、蜜枣和盐荽头，经过3小时的慢炖，食材的精華充分融合，既健康又美味。我哋下個月將會推出百花灰菜品嗰個 promotion 嘅，咁所以大家試一試。呢個正宗我哋澳門特有嘅醬料咯，仲係停留喺手工做嘅。手工做。你有翻件勝瓜喺度啦，咁係嗰個清甜味啦，加翻呢個係好配合嘅。個頭盤好特別，我相信好少中餐會用啲咁冷嘅菜去做頭盤。我個人就覺得甜一啲，因為而家唔興食咁甜。不過你哋再研究一下，聽多啲客人嘅意見。好嘅，俾多啲遊客或者街坊食得到我哋聯成嘅菜品，又推廣我哋，又推廣。咁都係我哋精神啦，我哋公司精神啦，係嘛？以大能小係嘛推廣呢啲字號，我哋要保留嘅。講真，澳門嘅精神。要祝你成功嗎？在澳门，渔村的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地道风味，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村长李国伟与主厨陈维进追求的始终是澳门味道，唯有这一口，才能经岁月更迭，繁华变迁。最食人间烟火色，且以美食慰风尘。只要吃到这一口老广味儿，心里也就定了、稳了、自在了。哪怕再疲惫，暖了胃，站起来，又可以去闯一闯，拼一拼了。